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境。面对这些难题，有人选择逃避，有人选择抱怨，而有智慧的人则会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。正如古人所言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换个角度思考，也许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董宇辉曾在文章中提到过一个酸苹果理论。他小时候家里承包了一片苹果园，是唯一的收入来源。有一年，苹果还未成熟就遭遇冰雹，几乎全部打落在地。董宇辉捡了一颗尝了尝，又酸又涩，根本卖不出去。对全家来说，这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。然而他的奶奶却异常平静。他跑到果园里，装了10几袋子酸苹果，送给了村里养牲口的人家，剩下的则塞进罐子里，做了很多苹果醋。董宇辉回忆说，那一年夏天，我们家里每一餐每一饭里都有苹果醋的甘甜和清冽，因为奶奶送出了这些酸苹果，在村里收获了更好的人缘。后来家里遇到困难时，村里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。一件看似不幸的事，在奶奶另类的处理下，却化为了一桩幸事。这让我想起苏轼的一句诗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生活中凡事都有好坏两面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。当遭遇不顺时，学会换个思维，也许就能另辟蹊径，遇见柳暗花明。再看看马家鱼的故事。这种鱼平时生活在深海，每到春末便会游至浅海产卵。渔民只需用网眼粗疏的渔网拦截，就能轻松捕获鱼群。外来游客常会困惑，如此粗大的网眼怎能捕鱼？原来马家鱼有个特点，一旦认准方向就不再改变，即便撞上渔网也不会四处逃窜，反而一根筋地往前冲。就这样，一条条马家鱼前赴后继，落入渔网之中。细想之下，生活中不少人也和马家鱼一样，明明眼前横亘着一堵南墙，还要卯着劲往前冲，结果撞得头破血流。殊不知只需换个方向，前路便能豁然开朗。当你遭受阻碍时，是选择在困境中持续迷茫，还是顿悟出新的方向，往往就在你一念之间。博主安夏讲过一个朋友李先生的故事。李先生是10几年前的高材生，大学毕业就进入了一家纸媒工作。那时候传统媒体声势浩大，他的生活很是滋润。可随着自媒体的兴起，报刊订阅量越来越差，他的工资也一天不如一天。面对这种窘境，不少人选择转行另谋出路。但李先生却坚持认为自媒体是小道，根本比不上纸媒的专业性。此后他愈发努力地创作文章，写时事热点，写各种评论。每逢热点事件，别的网络大 V 都在各个平台迅速发声，他还在字斟句酌地打磨文章。结果当他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时，热度已然消退，无人问津。没过2年，他所在的纸媒彻底倒闭，而他也失了业。其实很多时候，不是你的运气不好，也不是生活对你不公，让你困在死胡同里的，往往是你不愿改变的思维。就如思想家爱默生所说，庸人之所以平庸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过于固执。人生之中，不要抱着一成不变的思维去生活，因为总有一些超出你认知的改变在不经意间出现。深陷思维的囚笼，你就只能沉溺其中，将日子越过越差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？毫无头绪的难题，尝试逆向思考，当即迎刃而解；困扰在心头许久的执念，换个想法立马茅塞顿开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，换位理解后马上就迎来了转机。在棘手的问题，当你站到了更高维的角度思考，也不过是轻而易举的小事。《山海情》中就有这样一个桥段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蘑菇种植专家林教授带领村民通过种菇致富，但是随着种菇农户越来越多，价格也被菇贩子越压越低。从最开始3块5一斤，最后跌到1块钱一斤。
看着越落越低的估价，村民们都想再等一等。但同时因为大量的鲜菇没有及时销售，开始腐烂坏掉。困境之下，有的村民只能任蘑菇白白烂掉，有的就让菇贩子用低价买走。但不管村民怎么做，他们都心疼不已。看着眼下的收菇环境，村民们直摇头叹气，根本没有其他出路。林教授却突发奇想，能否延长蘑菇的储存时间？于是他从这个角度考虑，提出了建设冷藏库的方法。最终通过冷库拉长了蘑菇的销售时间，村民们这才挽回了损失。稻盛和夫在《活法》里说，思维是画笔，人生是画布，人的思维不同，人生的画卷也不同。想要解决生活中的难题，你就要应时改变自己的思维。比如司马光砸缸，既然无法救人离水，那便砸破水缸，让水离人。比如乌鸦喝水，乌鸦因为嘴短喝不到瓶中水，那就用石子填满瓶子，让水面上升。一些看似无解的困局，换个方向思考，也许就别开生面了。正如查理·芒格所说的，要朝前想，也要学会往后看，反过来想。所以人在遇事之时，往往都需要进行多方位考虑。跳出了禁锢视角的旧思维，你自然就能看到截然不同的出路。漫画家蔡志忠有过这样一个比喻，如果拿橘子比喻人生，一种是大而酸的，另一种就是小而甜的。一些人拿到大的会抱怨酸，拿到甜的会抱怨小，而有些人拿到小的就会庆幸它是甜的，拿到酸的就会感谢它是大的。生命中从没有绝对的好与坏，重点在于你从何种角度看待。你以怎样的思维对待生活，生活也会以同样的蜜糖或砒霜。作家梅花三弄写过一名小公务员小丁的故事。小丁素来热爱文学历史，工作以后，他因为办事勤恳，加上文笔不错，深受领导重用。领导无论走到哪，都会把他带在身边，让他出尽风头。然而就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刻，领导却因为突发心脏病故去。他被视为不祥之人，很快就被调离岗位，担任一处古墓管理员。古墓地处偏远，鲜有人质，起初他也很落寞，觉得仕途之路就此断送。但他转念一想，古墓管理员实在是一份美差，工作清闲不说，还不受人管束，拥有大量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。于是他开始研究古墓主人的事迹，并到处查询资料，撰写相关论文。没想到他的研究受到了国内专家的一致好评，还发表在了国家级刊物上。最终没过多久，他就被任命为当地文物局副局长，一步高升。面对生命的低谷期，正因为他及时调整了应对思维，这才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。王阳明说，心外无物，心外无理。世间所有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，心若固执，只能陷入绝境。心若通达，换个角度看，得到的就是另一番光景。学会灵活应对世事变迁，懂得顺势拐弯，人生才能峰回路转，获得新机遇。董宇辉曾讲述过自己人生的转折点。3年前，因为遭遇双减，他被迫终止了教师生涯。前路迷茫，他只好躲回了老家。在与奶奶的闲聊中，他想起了那年的酸苹果，忽然顿悟，他的知识与口才不仅仅只能在课堂上教导学生，同样可以向网友传递思想。董宇辉就此转型为主播，并以独特的文化带货，红遍网络。正是他换个视角看待自身职业，这才破除了困局，另辟蹊径。想起宋朝李靖的一句话，救避之术，莫大乎通变。很多时候，限制你的并非是当下的困境，而是你的单向思维。而当你能够多角度、多维度考虑，自然能发现破局之点。在职场中，我们同样需要灵活的思维方式来应对各种挑战。古典在《不上班咖啡馆》一书中，通过一系列故事，为我们揭示了职场发展的智慧。书中提到，很多人在职场上会陷入一些误区，
比如，有人总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死磕，以为追求极致就是成功之道。殊不知，一根筋的死磕不仅不能为整体创造价值，反而会成为发展的阻碍。王鹏是一家单位的资深程序员，虽然工作近10年，但待遇一直不理想。他心中不忿，认为除了程序员外的工作都没啥大用。咖啡店老板为他画了一条企业价值链，让他明白每个岗位都是环环相扣的。没有决策者，公司就没有发展方向；没有销售，产品就卖不出去；没有客服，就无法跟进客户。所有环节叠加在一起，才能为公司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。职场上，很多人都像王鹏一样，觉得把工作做得越完美，就越能拿到丰厚的薪水。殊不知，收入的上限是由岗位含金量决定的。认清公司的架构，你才能摆正自己的定位，看到其他人的价值，你才能放下内心的成见，走出狭隘的主观思维，站在整体视角看问题，你才能在职场上为自己博得一片天地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，人们常常无法处理好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不上班咖啡馆里的设计师木子就面临这样的困扰。生完孩子回到职场后，他每天都过得心神不宁。开会时想着孩子，上班时忍不住调取家里的监控，回到家又焦虑着工作和学习。咖啡店老板指出，木子存在严重的角色拥堵问题。现在的他同时有着设计师、妈妈、学生、休息者、妻子、女儿的多重身份。这些角色就像公路上的汽车，如果同一时期内所有的车都想先过，只会挤占车道，造成塞车。解决的办法是让重要角色先走。对木子来说，未来3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好设计师工作和陪伴孩子。那么他可以白天以工作为重，晚上以妈妈为重。休息的角色可以放在妻子、女儿的角色之前，这样他既能养精蓄锐，也能以更好的状态陪伴家人。至于读书，可以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后再考虑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我们很难同时胜任多重角色。越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，越会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。学会按优先级排序，每段时间专精一个角色，凡事量力而行，不强行逞能。当你有条不紊，做好当下最紧要的事情，便能调整好工作和生活的节律，拥有轻松高效的人生。在职业发展方面，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，认为只有成为某方面的高手，才能从事相关工作。但事实上，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精通某个领域。想要等万事俱备再开始行动，只会让你瞻前顾后，徒增焦虑。书中提到，有位文艺女青年想做文字疗愈方面的工作，但她担心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迟迟不敢开始。咖啡店老板给她画了一张专家5阶梯图，所有专家一开始都是怀揣问题的求助者，后来他们通过拜访名师、看书自学的方式，成为探索答案的探索家。当他们搭建了一套能解决问题的体系，并且不断优化、完善，就会成为建筑师、助人者、专家的存在。想要行动，从探索家阶段就可以开始了。在咖啡店老板的建议下，女青年先自学文字疗愈，然后开办了一期免费的文字疗愈训练营。没想到训练营反响十分热烈，为她带来了很多种子客户。于是她设计了自己的课程，开始知识变现。随着课程体系不断改进，她的口碑越来越好，如今做起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，事业蒸蒸日上。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专家，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成为专家之路上，为他人提供价值和帮助。
正如 Facebook 办公室内一条著名标语，比完美更重要的是完成。如果你想把某个领域当工作，不妨从现在开始就行动起来。抛掉完美主义的包袱，先迈出第一步，再根据外界反馈及时调整优化。当你不断完善自身，终有一天你想要的结果会在前行道路上自然浮现。在职场发展中，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贸然跳出舒适区，而是要学会拉伸舒适区。书里讲述了一位制造业 HR 的故事。他因为对心理学很感兴趣，所以立志成为心理学讲师。为此，他不惜辞职，自考了心理咨询师证。遗憾的是，他折腾了几年都没有成功，只能回去做 HR。可这时，因为行业的认知、人脉、技能都生疏了，他只能去比之前差很多的公司。对此，咖啡店老板引入了职业网格的概念。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中，职业晋升是一条直线的路径，但事实上，职业发展就像网格，是可以一步一步切到不同公司、不同行业的。对于那位 HR 来说，他最好的发展路径应该是考完证后，先去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做 HR， 同时慢慢积累讲课能力，等讲课能力成熟了，再去加入一家机构做专业讲师，等口碑成熟，积累了一定客户后，再去做自由讲师。这样一来，他的能力圈和人脉圈都得到了拉伸扩展，此时再开启新事业会更加得心应手。咖啡店老板总结道，千万不要把自己所积累的资本全部都丢掉，保住其中的1到2项不变，我们就会既有竞争力，又能应对变化。正确的发展之路不是一步到位的跳跃，而是平流缓进的迁移。沿着职业网格，每次只移动1小步，才能稳步实现事业的华丽转身。美国心理学家诺尔·迪奇提出过一个舒适区、拉伸区、困难区的概念。职场上，贸然从舒适区跳跃到困难区，只会让人无所适从。在舒适区的边缘，缓慢扩展能力半径，才能把从前的困难区拉伸成新的舒适区。见过很多人剃头挑子一头热地，想要涉足新领域，殊不知跨度过大的转行相当于自断经脉，会让你从前行业内积累的资本瞬间化为乌有。重启事业绝非一夕之功，步步为营，方是成事之道。稳扎稳打的精进自身，才能循序渐进，实现能力升级，为事业跃迁注入足够的底气。古典在书中说了一句扎心的话，在职场上混，不吃成长的苦，就得吃憋屈的苦。工作是一场艰难的修行，任谁都会遇到麻烦和考验。有人把工作当成苦役，常常怨天怨地，充满抵触情绪；有人却将遇到的问题抽丝剥茧，持续学习，不断精进。思维方式的不同，是二者拉开差距的根源。陷入思维误区的人，一味苦干蛮干，很容易陷入内耗中，迷失前进的方向。打破认知壁垒的人，则会慢慢积攒起成长的底气，一路突飞猛进，直上青云。在工作中，与其浪费精力怨天尤人，不如转危为机，发掘自身的价值和潜能。把职场当成试炼场，推倒认知的高墙，曾经困扰你的难题便会迎刃而解。网上有个问题，有份工作到底有多重要？很认同一个回答，工作不仅能带来一份收入，更重要的是可以滋补你的身心。要知道，上班最大的意义不是那点工资，而是工作能让你有规律的生活，有见人的机会，有稳定的社交圈子。学会带薪养生是一个人最好的工作方式。首先，工作可以帮助我们养作息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养生对我们越发重要。各种补品成箱买，保温杯里也泡上了枸杞，再不敢过年轻时恣意放纵的生活。其实，养生的尽头，只需在工作中养成一个好作息。网友田鱼刚毕业那会儿，每天都熬夜到凌晨，然后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。时间一长，他明显感到身体状态出了问题，不仅容易头晕，还常常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
自从上班以后，他就形成了很规律的生活习惯。早上6点多起床看书写作，8点多出门上班，下班后再去江边走走，看看日落和晚霞。回家后也会有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规划，10点后准时进入梦乡。日复一日的规律生活让他养成了一副健康的体魄。过去容易生病的他，如今反倒无坚不摧。跟同龄人站在一起，他明显气色更好，更年轻。不少人认为工作太过辛苦，只有不上班多休息才有益于健康。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小组通过分析长达27年的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，得出结论，那些拥有意义和目标感的人往往寿命更长。俗话说，压力即动力。人在目标的驱使下，意志力会变得更强，表现在身心上就是作息更规律，行动更高效。工作到90岁的心理医生中村恒子说过，最好的养生不是退休，而是好好工作。宋美龄活到106岁，也曾在日记中总结长寿之道：工作是半个生命，越忙越有精神。人要年轻要健康，就要积极参加工作。你看，对于那些热爱工作的人来说，劳作从不是负担，而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从现在开始，规律你的作息，不透支身体，不消耗健康。当你真正忙碌起来，自然会实现带心养作息，生命之树亦能长青不败。其次，工作还能帮助我们养情绪。你什么时候最有危机感？有人说自己买房后每个月要还4000的房贷，手头只剩1000多的生活费，每天都焦虑到失眠。有人说自己每半个月就要住一次医院，家里还有小孩要养，他现在每个月都要从网上借钱才能维持生活。研究显示，78%的成年人会因财务问题等失眠，其中39至54岁人群里，64%的人受财务问题影响最严重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大部分的焦虑都跟钱有关。与其让自己的身心因为缺钱焦灼不已，不如通过上班来治愈。前段时间重温电视剧《幸福两重奏》，顾晓楠的经历让人感慨万分。顾晓楠和董博宇结婚后，选择当一名家庭主妇。她每天辛苦打理家庭，却依旧得不到董博宇的理解与尊重。一旦顾晓楠的行为不如他意，等来的就是一顿指责。在压抑情绪的笼罩下，原本开朗的她变得越发抑郁。就连生病做手术，她都不敢告诉丈夫，生怕遭对方嫌弃。因为没有收入，在这段婚姻里，她不得不处处低头。幡然醒悟后，她终于决定和董博宇离婚，捡起曾经放弃的舞蹈梦。后来她开办了舞蹈培训机构。有了自己的事业后，她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。电影《寄生虫》中有句台词：钱就是熨斗，能把一切褶皱熨平了。工作赚钱就是治愈痛苦的一剂良药。把内耗和抱怨的时间用来做有价值的事情，你赚的钱多了，内耗自然就消失了。南京女孩王神爱出生在一个不太宽裕的家庭，在父母的影响下，她早早就开始为钱发愁。一旦兜里的钱见底，她便充满了焦虑。直到工作以后，王神爱有了一定的收入，看着手里的存款越来越多，她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。她之前的愁绪内耗全都消失了，性格也开朗了许多，举手投足间皆是自信。你看，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你撑腰的底气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带心养情绪。要知道，所有的焦虑不安、痛苦无助都能在赚钱中得到缓解。唯有认真对待你的工作，钱包才能鼓起来，为你治愈一切情绪。职场非净土，少的是如愿以偿的故事，多的是层出不穷的事故。在工作中，你会遇到勾心斗角的同事，在背后抹黑你；谈合作时，会碰到故意刁难你的客户，就这一点小错不放。
我们的内心也在这一次次的磨难中养得越发坚韧强大。周国平说，人的身体是受心灵支配的，心态好是最好的养生。懂得利用工作的点点滴滴滋养你的身心，磨练你的意志，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远见。有人曾问作家中村恒子有没有保持健康与活力的秘诀，他的回答出人意料，做好眼前的工作，人生下半场，工作就是最好的养生。珍惜你的工作，好好上班，保持干劲，便是对身体和心灵最有效的呵护。记住，工作占据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。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对待工作，不仅可以获得经济收入，还能从中获得成长、成就感和幸福感。工作不是生活的对立面，而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我们学会在工作中养身养心，就能真正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和谐统一。正如古人所言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面对工作中的起起落落，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态，既不因一时的成功而得意忘形，也不因暂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。保持这样的心态，我们才能在职场中走得更远，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稳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